甄嬛传》中最毒的食物，不是齐妃掺了夹竹桃的栗子糕，也不是差点让四阿哥说不出话的绿豆汤，而是甄嬛派人送给瓜六的糙米薏仁汤。这碗糙米薏仁汤看似普通，实际上却可以掀起后宫的一场暴风雨。第一点，甄嬛刚回宫就遭到了鹅卵石相迎。为了搞清楚这究竟是不是储秀宫搞的鬼，甄嬛通过佩儿进一步摸清了齐嫔和新贵人这对室友的爱恨纠葛，同时还吃了一个齐嫔抢新贵人恩宠的八卦。梦魇之皇上，您听听臣妾的心慌不慌？原本新贵人小半年才能见到皇上一次，好不容易被皇上翻了回牌子，却不料回回都被齐嫔截了胡，从而导致新贵人从1年侍寝2、3次，直接变成了2、3年才侍寝一次。在后宫之中，恩宠不仅是脸面，更是生计。齐嫔明目张胆抢恩宠，就等于抢饭碗，因此新贵人对齐嫔的憎恨之情越来越深。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甄嬛得知齐嫔和新贵人的历史八卦后，便准备接受新贵人提交的入队申请。为了让新员工感受到钮钴禄战队的福利，甄嬛在齐嫔梦魇的第2天立即赏了一壶糙米薏仁汤送给齐嫔。甄嬛表面上说是治齐嫔的梦魇，实际上就是利用皇上的恩宠打压齐嫔。况且这糙米顶多也就是难喝点，甄嬛费一番周折请出皇上出面撑腰，到最后也没把齐嫔怎么样，不禁让人忍不住问一句：就这？第2点，甄嬛其实是通过赏汤这件事在皇上面前展示自己协理6宫的能力。刚入宫的甄嬛停留在与华妃拼恩宠上，小产之后的甄嬛又与华妃斗前朝，至始至终都没有涉足过协理6宫的领域。而甄嬛此次回宫的斗争目标变成了皇后，所以甄嬛才上演了赏汤这一出戏。原本待在储秀宫的皇上瞧着甄嬛派人来给刚刚侍寝的齐嫔赏汤，皇上还以为甄嬛是吃了自己宠幸齐嫔的醋，于是皇上一脸吃瓜群众的模样，全力配合着甄嬛，逼着齐嫔喝下了糙米汤。直到皇上回到永寿宫一问，皇上这才知道自己格局小了，原来甄嬛根本不是在和齐嫔吃醋赌气，而是颇有大局意识的在整顿后宫秩序。第3点，甄嬛靠着腹中的胎儿回了宫，可太后却疑心甄嬛狐媚惑主，因此当甄嬛和沈眉庄去看太后时，太后并没有给甄嬛好脸色。直到甄嬛凭借自己那张后宫状元的嘴，把自己的诚心摆了出来，才说服了太后。为了让太后相信自己不会借孕邀宠，甄嬛认为自己还得拿出点实际行动，因此当甄嬛碰到了齐嫔这个反面教材后，当即赏了齐嫔一碗不起眼的糙米薏仁汤，目的就是帮助宫里的弱势群体新贵人。这就相当于在后宫大群对齐嫔点名批评，表明了后宫的原则立场，谁都不能利用恩宠在宫中兴风作浪，因为这是太后所期盼的贤妃之道。所以当太后得知甄嬛赏汤这件事儿之后，立马对甄嬛改观了。第4点，甄嬛希望通过糙米薏仁汤这件事儿更进一步了解四阿哥的业务能力。当小允子在早间新闻播报今日热搜齐嫔梦魇之抢新贵人恩宠时，四阿哥立即以一种黑粉登场的姿态给甄嬛出主意整治齐嫔。按道理来说，四阿哥跟齐嫔并无瓜葛，四阿哥为什么要出主意整齐嫔呢？甄嬛不明所以，立马询问缘故，四阿哥便趁机向甄嬛表明自己的忠心。四阿哥的这份政治头脑和政治敏锐度立刻被甄嬛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从而导致甄嬛决定帮助四阿哥争夺储位。因为如果这件事儿落到了三阿哥头上，三阿哥估计还在低头吃饭，毕竟三阿哥还在不断的长高，哪里会有四阿哥这种头脑去整治齐嫔呢？第5点，甄嬛勘察到了皇后党的内斗八卦。虽然甄嬛明确了皇后党是自己的对家，但说到底甄嬛离宫3年了，因此甄嬛对皇后党的情况并不熟悉。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糙米薏仁汤事件，正好可以帮助甄嬛探一下皇后党的虚实。甄嬛想看皇后党会用什么方式反击，却不料甄嬛没有等到皇后出面保护队员，也没有等到皇后党联合放招反攻，而是等来了安陵容吐槽她打压齐嫔不给力。这是什么操作？难道是新式的连环计碟中谍？
甄嬛摸不透皇后党的招式，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槿汐去探个究竟。通过槿汐询问过苏培盛后，甄嬛才明白，原来看似强大的皇后党，实际上内部管理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安琪两员大将不仅整天互相挖坑，而且安琪拉组合也面临着崩盘的危机。甄嬛内心忍不住冷笑，原来皇后党也就这。摸清敌方底子后，甄嬛开始了大招模式。可见一碗看似没煮熟的糙米薏仁汤，实际上却暗藏着甄嬛反攻的多重功效，称它为剧中最狠毒的食物也不为过了。第一点，孟静娴出事的时候发生在宫宴，当时皇上邀请了自家兄弟姐妹进宫吃饭，果郡王成了亲，自然也要带上2位侧福晋，于是孟静娴、浣碧就随果郡王进了宫。宴会上载歌载舞，众人有说有笑，甄嬛没有办法，只能把汤羹交给孟静娴。谁也没想到这碗汤羹被人动了手脚，但孟静娴顺利产子没多久就发现了不对劲儿。于是孟静娴趁自己还有意识的时候。第3点，孟静娴和浣碧一起嫁入了果郡王府。新婚当天，果郡王喝得酩酊大醉，去了浣碧房里。孟静娴独自揭下红盖头，做足了争宠的准备。后来孟静娴发现果郡王爱的是甄嬛而非浣碧，所以孟静娴穿上了尼姑服装，成甄嬛的模样。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夜欢娱，孟静娴怀孕了。怀孕后的孟静娴在争宠上逐渐占了上风。浣碧不知所措，便进了宫找甄嬛说出她的顾虑。对于孟静娴腹中的胎儿，甄嬛是这么说的：很明显，就算浣碧再怎么不满孟静娴，她也不能在这时对孟静娴腹中的胎儿动手。于是当甄嬛回到自个儿寝宫后，同样爱慕果郡王的叶澜依说了这么一句：别小看了女人的嫉妒心。一个住在深宫的嫔妃都能完美的把孟静娴和浣碧之间的关系解释出来了，可见浣碧与孟静娴面和心不和不难发现。浣碧不管是表面还是内心都十分的小家子气，而孟静娴则是表面大度贤惠，步步谦让，不仅割了3担的黄带子，还把3担送给了恒亲王做儿子。这个爆炸性新闻一出，简秋急忙跑去找皇后。他只是一时难以接受自己不好的棋被毁了，可偏偏就是皇后这番言论让简秋会错了意。你建议了啥？你忘了？来，妖帝帮你复盘一下。当时皇上一不小心杖毙了自己的孩子，事发之后，皇后懊悔鸟妃没有借蛋碰瓷甄嬛。简秋建议，既然鸟妃无用，咱再送新人就好了。对于简秋这个提议，皇后不仅不认可，反而还为鸟妃接下来的邀宠想好了路子。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听听皇后这法子是不是熟悉的套路？前边甄嬛也是借着皇上的愧疚，在大雪天祈福，再放一波幺蛾子就复宠了。如今鸟妃也只需要借着皇上对她的愧疚，再来一次冰上作舞或者别的什么，还不愁没有复宠的机会吗？可简秋没听懂皇后的话，上一秒皇后才给鸟妃谋好了出路，下一秒简秋就把所谓的新人送了出去。臣妾给皇上请安，熹贵妃吉祥。好家伙，你说你送谁不好，非得送康常在，就算他一身素净，皇上都不带看的，更别说这康常在还在鸟蛋丧妻，带朵大红花，这不被皇上赶走了吧？很明显，简秋的智商和齐尔哈有的一拼。虽然简秋是皇后身边最得脸的大宫女，但她会错皇后的意已经不是1次2次的事儿了。虽说端妃贵为皇贵妃，但是端妃体弱多病，膝下只有温宜一个养女，而静妃虽为贵妃，同样膝下也只有一个养女。剩下的嫔妃要么家世不够，要么资历不足。哪怕皇上恨死了皇后，但皇后有太后的意志在，她就永远是皇后。只要皇后还是皇后，那么总有一天皇后就会是圣母皇太后，无论是哪位皇子继位都一样。无奈甄嬛的主角光环太过强大，要不然简秋这个鹤顶红让甄嬛一命呜呼了，皇后还真能坐上她心心念念的太后之位。只是简秋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愿望落空了，最终不仅把自己搏进去了，还把皇后搏上了，到头来只不过是粉丝行为，爱豆卖单罢了。
在《甄嬛传》中有这么一回事儿，他让四阿哥的嬷嬷当场毒发身亡，再也说不出话。他也让太后决定批准甄嬛回宫，他就是皇后在四阿哥的绿豆汤下毒一事。可有人却说这下毒一事是梅姐姐和四阿哥联手做的。难道我输了齐二哈的脑子，竟看不出这弯弯绕绕？不该呀！首先，咱们来看四阿哥的嬷嬷误食绿豆汤，匆匆下线之后，四阿哥随梅姐姐来到太后宫中，禀明了一切。太后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心里立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于是，当梅姐姐询问太后要不要彻查时，太后当场制止了梅姐姐。自己的孙子被人害了，却不许人去查，这又是什么理儿？很明显，太后这么做是因为她知道这件事儿的幕后凶手，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一手扶上后位的宜修。为啥说太后敢这么肯定这事儿是皇后做的呢？先不说整部剧中太后替皇后收拾过多少烂摊子，单说四阿哥和梅姐姐退出寿康宫之后，太后询问竹溪说：“你认为这事儿是谁做的？”竹溪是这么说的：“太后心里明镜似的。奴婢不敢胡说，怕扰了太后的心思。”要知道，当初皇上连宠甄嬛的时候，竹溪只用一番话就把皇后、华妃以及丽嫔给雕了。如今他敢直言，太后心里跟明镜似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事儿的幕后凶手是谁吗？显然竹溪是知道的，只是他的身份是奴才，他是不能智慧主子的，所以竹溪才说自己不敢胡说。但也正是因为竹溪那句太后心里跟明镜似的，才让太后更加确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可见太后清楚这事儿一定是皇后做的，毕竟皇后抚养了三阿哥，为了铺平三阿哥的太子之路，皇后一定会动手脚的。再说了，当江父海告诉皇后四阿哥没事儿的时候，皇后的反应是这样的：无能，奴才该死，请皇后娘娘责罚。立即撤手，撤得干干净净。大家没放下警惕前，不许再动手。皇后自个儿都承认了，这难道还不算实锤吗？其次说这个毒是梅姐姐与四阿哥联手下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么说的：四阿哥在皇后跟前读书，为的就是引起皇后的注意啊。难道这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至于吧。先不说四阿哥是由嬷嬷带大的，感情总归是有的。单说嬷嬷提醒四阿哥注意身体，不要太拼时，四阿哥是这么说的：我能重回宫来已经是万幸。皇阿玛每次见我也只问我读书的事，若我连书也读不好，就更没有人瞧得起我了。可见四阿哥之所以苦读，除了他爹那关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四阿哥想让其他人看得起他。再说了，当年四阿哥还住在圆明园的时候，皇上带着众嫔妃到圆明园小住，华妃只是去打了个请安卡，就看到了四阿哥读书的样子。方才我过来的时候，看见四阿哥在湖边背书，那书背的可比三阿哥顺溜多了。很明显，四阿哥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好，为了引起他爹的注意，他只能拼命读书，卷死他人。最后说梅姐姐和四阿哥联手是为了助甄嬛回宫，但是咱们看在四阿哥的嬷嬷误食他的绿豆汤之前，由于太后身体不好，一直由温太医照顾。以往温太医和方若还能出宫给甄嬛送送消息，如今太后一病，温太医和方若都不能离宫，你就说还有谁能给甄嬛送消息呢？果郡王，别忘了此时的果郡王已经死在出差的路上了。梅姐姐和四阿哥怎么能与甄嬛互通消息呢？ OK， 就算这是梅姐姐和四阿哥瞒着甄嬛下的局，他们又怎么能猜到皇上一定会给甄嬛赐大幸送儿子呢？自古都说君心难测，哪怕是甄嬛有着女主的光环，她也拿不准皇上的心性。梅姐姐和四阿哥他们怎么敢拿人命去赌呢？就凭梅姐姐和苏培盛一起给皇上出旅游攻略的默契，就凭苏培盛常年服侍皇上，他能提前得到消息。咱别忘了，先前皇上原本要去皇后的寝宫，结果走到半道他改主意了，不去皇后那儿，改去华妃那儿了。改完道之后，皇上还问苏培盛：“你是不是觉得朕心性不定，喜怒无常啊？”哎呦，皇上，您是一国之君呐，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是应该的。可见君心难测实在不假，即便梅姐姐和四阿哥再怎么厉害，他们也不能左右皇上的决定。更何况在绿豆汤事件发生之前，梅姐姐和四阿哥不熟，他们是在没道理聚会在一起，密谋整个事件。综上，既因为太后的猜忌，又因为梅姐姐和四阿哥实在是无法左右皇上。关键皇后自个儿都亲口承认，并且派人去把尾巴收拾干净，这难道还不能锤死是皇后下的毒吗？
甄嬛传中花穗和小印子是怎么勾搭上的？他们又是如何被安排到一起给甄嬛下药的？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药罐事件背后的细碎安排。第一点，妙蛙种子在御花园得罪了甄嬛，皇上不仅惩罚了妙蛙种子，还破了一封甄嬛为贵人，并亲自抱她回宫。回到碎玉轩后，皇上觉得伺候甄嬛的人不够多，于是提了一嘴，让内务府挑一拨人过来。但此时在内务府当差的黄规全是华妃的远房亲戚，所以他并不把甄嬛这个小贵人放在眼里，而是干巴巴的去给华妃送月例银子。华妃瞧着黄规全送来的月例比以前多，便问了一嘴关于甄嬛宫里的差事。皇上近来又封了一位贵人，你们内务府上上下下打点，怕是要忙了。多谢娘娘体恤，不忙，再忙也不过是个贵人的差事。瓜娃子，华妃说的分明是反话，你听不出吗？以前甄嬛不得宠爱，受尽了内务府的苛待，碎玉轩里的小桌子掉漆了，想着自己缝缝补补过3年拿材料都要受气。这会儿甄嬛受宠了，内务府想当舔狗都不配。黄规全醍醐灌顶，心下一惊，当场跪地求指点。本宫能疼你们什么呀？你们守着个内务府的差事，小心挑人去伺候着吧。听听，这是好意吗？表面上华妃提醒黄规全小心挑人去伺候，实际上却是在暗示黄规全挑个靠谱的人，而这个靠谱的人自然也就是害甄嬛的人。第二点，黄规全领着一拨人走进碎玉轩，说是内务府挑来伺候甄嬛的。重点来了，咱们注意看这个人，这不就是以前伺候妙蛙种子的花穗吗？新来的人全都低着头，就他露正脸，这里头肯定不简单。果不其然，没多久甄嬛的药出了问题，又是时出歌，没事温大人给出了结论。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加重了本来分量较轻的药，用药的人很是谨慎，加的药量很少，所以即便微臣每日给小主请安，也很难发现。可是即便如此，若按此药量长期的服用下去，小主刚开始会神思倦怠，常瞌睡，不出半年便会神志失常，行动迟怠。为了揪出究竟是谁下的药，甄嬛派人盯着碎玉轩里的动静，结果盯来盯去，甄嬛的药还是被人动了手脚。正当甄嬛一伙人感到疑惑时，小允子说出或许是药罐有问题。一番检查之后，发现药罐的盖子果然有问题，而保管这个药罐的正是新来的花穗。甄嬛吩咐小允子将花穗的来历查清楚后，又让浣碧把花穗领进了房中。花穗原以为如浣碧所言，甄嬛要赏他，却不料甄嬛一语道破了花穗的底细。花穗还想狡辩时，刘珠摆出一副吃人的模样，如果你对小主忠诚，你就把炭握在手里。花穗试图握炭，却下不了手，干脆全招了。于是每隔一天，让人把药放在小洞里，奴婢去取就行了。每隔一天，那不就是今晚？拿药是什么时候？可有什么暗语？1更时分，听着宫墙外有2声布谷鸟叫，就是了。知道花穗拿药下药的全过程之后，甄嬛吩咐下去，准备晚上抓人。深夜，小允子趴在墙头上等着贼人出现。槿汐假扮成花穗的模样，发出暗号。只见墙块松动，一只手将药递了进来。槿汐揪准时机，一把抓住对方的手。小允子一跃而下去抓贼人，结果抓到的人竟然是老熟人小印子。小印子，印公公，别来无恙啊！贵人吉祥。到底是谁指使小印子这么做的？小印子又是怎么和花穗勾搭上的？其实答案早就给出了，咱们往回看。第3点，周宁海推沈眉庄落水后，华妃宫中的侍卫被换了一批，这导致了华妃里外进出一点都不方便。因为换侍卫是甄嬛提议的，所以华妃自然而然把这笔账算在甄嬛身上。这天，华妃、根儿嫔以及曹贵人在一块唠嗑，华妃心里满是怒气，无处可撒时，曹贵人提了一句：如今恨甄嬛的人不少。正是因为这句话，华妃立马想到了妙蛙种子，于是华妃询问妙蛙种子如今的处境。听说他失了宠，脾气不好，就连他自己身边的宫女都被打出去了，可怜他一个人。得知妙蛙种子处境不好，没人伺候，华妃心生一计，决定利用妙蛙种子。毕竟妙蛙种子有多恨甄嬛，宫中人人皆知。只要华妃在暗中稍稍动动手，就能借着妙蛙种子的人头去害甄嬛了。
你身边那个康禄海是不中用，他那个徒弟还中心吧？娘娘是说小印子啊？鬼心眼儿没他师傅那么大，倒还中用。让他去伺候于氏吧。瞧瞧，这不小印子的差事就安排好了吗？表面上说是派小印子前去伺候妙蛙种子，实际上却是让小印子暗中把药给花穗。就算甄嬛发现了花穗下药的事儿，这事儿到头来也只能算在妙蛙种子身上。毕竟花穗和小印子这俩人，一个是以前伺候妙蛙种子的，一个是现在伺候妙蛙种子的。凭他甄嬛怎么猜也不能凭空猜到华妃头上，可见华妃这招借刀杀人进行的悄咪咪的。如果不细看，还真没发现是华妃安排了人，只可惜华妃遇上的是甄嬛。这一招不仅被甄嬛识破拆穿，而且还下封了华妃党根儿嫔这个大力局。四大爷送礼奢华大气，果子狸送礼情意绵绵，到皇后送礼不是讽刺就是带毒。看完《甄嬛传》中皇后的礼物清单，你还敢进后宫吗？第一件牡丹卷。简秋啊，把那点牡丹卷给华妃。谁能想到皇后随手送给华妃的点心里头都大有文章呢？牡丹是花中之王，代表皇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地位，是皇后最喜欢的花。那时四大爷刚登基，华妃势大，不把她这个皇后放在眼里，在那么多盘点心中，皇后偏偏挑中了牡丹卷这盘。可以显示皇后身份的点心，很明显是在暗示华妃本宫不死，尔等终究是妃。你再得宠，本宫都是皇后，注意你的身份。看出了皇后的意思，华妃满脸嫌弃，转头就暗示宋芝故意把这盆牡丹卷给砸了。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牡丹如何，皇后又如何？仗着家世和宠爱，华妃压根儿不吃皇后宣示主权的这一套。一时间皇后脸色难看，不过皇后就是皇后，她马上又利用福子成功扳回了一局。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本宫看她机灵，便拨给你使唤吧。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的丫鬟连个盘子都端不稳，本宫就赏你个丫鬟，膈应你。华妃再不乐意，也只能憋屈的带人回宫了。皇后这一招高啊！第二件桂花。禀小主，这是新贡的金桂，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碎玉轩里多种些桂花，以示新桂入主，后宫吉庆呢。嬛嬛初入宫时，皇后送给嬛嬛子的桂花，大家还记得吧？当时皇后抬举嬛嬛子，抬举的太明显，华妃这醋劲儿一上头，直接把嬛嬛子原本要住的承乾宫改成了又偏又小又远的碎玉轩了。从前方贵人住的碎玉轩，地方倒还干净雅致，就是偏了点儿，远了点儿，小了点儿。皇后仔细一想也好，毕竟碎玉轩的海棠树下还埋着大块的麝香仁呢。甄嬛长得那么像纯元，入宫后是肯定要得宠的。到时候万一甄嬛怀孕生下皇子，一定会威胁皇后的地位。华妃让嬛嬛子住碎玉轩，刚好能让甄嬛避免怀孕，也省得自己再接多了么订单，一举两得。只是那么大块的麝香仁有这么重的味儿，怎么办？婉常在是皇上中意的人，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僻，就送些桂花过去，帮他添添贵气吧。皇后当即决定送嬛嬛子桂花，桂花香气浓郁，足够掩盖住麝香的气味。要不是嬛嬛子走运，通过蚂蚁行走的路线，无意间挖出了海棠树下的麝香，没准儿就真中招了。皇后前期虽然坏得很隐秘，但光看她送的礼物就知道她本人是个多阴毒的人了。第三件红麝香珠，这个是外国进贡的红玉珠链，本宫瞧着它颜色年轻喜庆，自己戴怕是厌了，倒是给齐嫔很适合。谢谢皇后娘娘。这件礼物应该是皇后的礼物清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了。甄嬛离宫后，整个后宫都成了皇后的天下。平日里有瓜六和安小鸟替她分宠，皇后膝下还有从齐妃那儿抢来的3阿哥，基本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可皇后还是担心，如果瓜六怀孕，影响到3阿哥咋办？安小鸟天天喝着避子药，皇后用着放心，只有瓜六，皇后觉得棘手。瓜六有家世撑腰，明面上是绝对不肯喝避子汤的，所以这时候红麝香珠出场了。这红玉珠真是好香啊，想必是上好的奇香呢。
深知瓜六爱显摆的心理，皇后笃定红麝香珠赏了她，瓜六必定会经常戴。于是乎，就像嬛嬛说的那样，那是红麝香珠，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用久了损伤肌理，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瓜六自以为这串红玉珠是皇后对他的恩宠，10天有8天都戴着，殊不知他已经是暗戳戳的被皇后给算计了。第4件羊脂玲珑玉璧，随着甄嬛生下一对龙凤胎，逐渐在后宫站稳脚跟，皇后一党的势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前皇后不知道甄嬛怀了双胎，妄图通过后宫的流言给甄嬛上眼药。宫中人人说熹妃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肚子略微大了一些，皇嗣一事略微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结果被4大爷这个知情者当场给怼了回去。这事儿一直到嬛嬛平安生产，4大爷都还记挂着，话里话外都是对皇后的各种不满。皇后从前也是担得起贤德2字的，如今也是耳根子软了，不知是否是岁数大了的缘故。可皇后是真高明啊，4大爷嫌弃她都嫌弃成这样了，皇后还是只用了一招就力挽狂澜了。熹贵妃诞下这2个婴孩之后，臣妾也没有旁的东西可以赠送，倒是从前姐姐在时有几块上好的羊脂玉给了臣妾，臣妾已叫工匠连夜赶工，制成了一双玲珑玉璧给2个孩子保平安幼。这已经是皇后第N次利用纯元皇后的情分在4大爷面前刷存在感了。不得不说，纯元皇后是皇后最强有力的一张底牌。每当皇后到了山穷水尽之际，只要搬出纯元皇后原本岌岌可危的形势，就会立马峰回路转。论白月光对一个人的影响力，纯元之于4大爷就是最鲜活的例子。你瞧瞧，纯元皇后的羊脂玉一出马，一来可以膈应甄嬛，暗讽她如今的盛宠，不过是靠这张酷似纯元的脸；二来可以提醒4大爷，甄嬛再好都没有她的姐姐纯元好。4大爷再怎么说都应该看着姐姐的面上宽容她几分。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姐姐2字一出口，嬛嬛脸上的笑容立马变淡，而4大爷的态度却瞬间变得柔和，说他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给孩子用也好。天哪，宫斗还得是你呀，皇后。第5件西极丸。西极丸拿去给安嫔了吗？安嫔看见，二话不说就用了。好家伙，西极丸、舒痕胶、欢宜香这几样东西够凑成后宫绝育3件套了。安琪拉战队内讧，自己人坑自己人，瓜六毒坏了安小鸟的嗓子，让安小鸟不能再凭那张酷似纯元皇后的嗓子争宠，可真是够狠的。没了才艺傍身，又被青天剑举报心朽不详，安小鸟不幸失宠，连珍嫔康常在这种小角色都敢给他脸色看了。还是皇后说的对，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才懂得反抗，才懂得义无反顾。安小鸟如果想靠冰上起舞来争宠，就必须用这西极丸，既能让安小鸟不孕，又能让自己人争宠的好东西。皇后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就又是一箭双雕。可以说皇后送出去的礼物几乎从不失手，每一件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心机，这谋算，也难怪全剧能和甄嬛硬刚到最后的人只剩下她了。同样是实名制下毒，为何齐二哈和简秋一个上吊自缢，一个受尽酷刑？安小鸟送甄嬛带麝香的舒痕胶，却能够全身而退，他的底气在哪儿？首先，安琪拉战队是条名副其实的贼船，安小鸟深陷其中，相当于断了自己的后路。本宫一向以为你聪明乖觉，想不到如此糊涂，敢在宫中行诅咒之术。自从皇后和宝娟暗中打配合撞破扎小人事件开始，安小鸟就已经暗戳戳的被皇后玩弄于股掌之中，并且安小鸟能力出众，刚入安琪拉战队就成功利用富察贵人的香粉完成了一单剁了么业绩。只可惜这件事儿到底还是让太后发现了。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但有些事不行。
太后是皇后的亲姑母，出了这种事儿，她当然会替皇后遮掩。可安小鸟呢，前有行巫蛊之术的前科，后又执行了整个滑胎计划，按照汽车保帅的惯用手法，一旦皇后的黑历史被翻出，最后顶包的一定是安小鸟。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炮灰，更为了抱紧皇后这根大腿，不管安小鸟想不想害人，给舒痕胶里下麝香这事儿都得做。恰好此时安小鸟和甄嬛的关系正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一边是未来的金主爸爸，另一边是施舍冷饭的塑料姐妹。无奈之下，压力山大的安小鸟只能选择铤而走险，保皇后弃甄嬛。其次皇后这边同样出力很多，细想想，员工替他办坏事儿，他这个做老板的好歹要给员工一点保障吧。所以早在舒痕胶计划施行之初，皇后就提前为安小鸟铺垫好了所有的后路。第一步，安排张弥照顾甄嬛的胎。张太医的医术高明，你放心。当时张弥身为院判，相当于太医院的院长，医术这一块那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再加上皇后前期的伪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无论是闹鬼事件还是木薯粉案中，皇后一直在帮甄嬛说话。久而久之，皇后在甄嬛的心目中就是一个贤良淑德、替员工着想的好领导形象。因此皇后安排的人，嬛嬛自然放松了警惕心。第二步，支开温实初。小主，虽然张太医为人稳重，但奴婢还是照着老规矩，把张太医的方子拿给温大人瞧瞧吧。你忘了，温大人跟着皇上离宫伺候了。没错，要想舒痕胶里的麝香不被发现，甄嬛的头号舔狗温实初才是最大的 bug。以温实初的医术，要顺利的瞒天过海，就不能让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甄嬛的胎。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好理由把人支开。大家仔细去思考一下，连太医院的头头都是皇后的人，若是皇后想给温实初使绊子，派给温实初很多差事，让温实初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甄嬛的胎，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于是乎，宝子们可以看到甄嬛怀孕的那段时间，温实初忙到什么程度，连半路遇见都只是和甄嬛打了声招呼。娘娘有孕在身，微臣不能侍奉在侧，不知一切可好？再加上当初在治疗10亿这事儿上，温实初本就立了功，皇后只需要在4大爷面前提一提温实初的医术，就能顺理成章的把温实初支出宫，让甄嬛的胎全部掌控在自己人手里。这时候张弥是皇后的人，安小鸟送的舒痕胶就算影响了甄嬛的娃，张弥也不会告诉甄嬛。第3步，找好替罪羊。皇上和本宫打算去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祈福。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华贵妃打理。要不怎么说皇后的心思缜密呢？她知道甄嬛小产之后，麝香这事儿肯定是兜不住了。为防止甄嬛把怀疑的目光锁定在舒痕胶上，皇后一开始便打算好了，利用华妃宫里同样带麝香的欢宜香替安小鸟做遮掩。皇后自己呢，大摇大摆的和4大爷一块儿出宫，和老公2人世界，把胎相已经很虚弱的甄嬛甩给和甄嬛不对付的华妃。届时依照华妃强势的性格，一旦她和甄嬛不对付起了冲突，甄嬛小产的事儿就是华妃当背锅侠。年妃功力常年累月点着。皇额娘别说了，都是儿子的错。如此一来，皇后既摘清了自己，也保护了员工安小鸟，又有好处又有退路。皇后的3重保障成了安小鸟实名制下毒的底气。于是那一天，安小鸟信心满满的带着舒痕胶上门了。这盒舒痕胶是玲珑家传的，据说当年吴主孙和的爱妃邓夫人被玉如意伤了脸，就是以此复原的。舒痕胶能平复疤痕，又自带花香的好东西。安小鸟的这波安利完美命中了甄嬛的需求点。后宫的女子有哪个不是以色侍君王？甄嬛也不例外，所以格外爱惜自己的容貌。不知道宝子们发现没有，自她被猫抓伤之后，甄嬛就在不停地照镜子，担忧地说，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疤痕。甚至在4大爷面前，甄嬛都对自己的伤口遮遮掩掩，生怕4大爷看到她的伤疤之后会心生嫌弃。皇上别这样看着臣妾，臣妾受伤了，丑得很。 4大爷深知这一点，知道女孩爱美，也赐下了不少药膏。这个呢是玉露琼脂膏，听说祛疤效果最好了。这个呢是复颜如玉粉，
凝结血痕的。这样的药，皇上赐了许多呢。不过4代送的这些药虽然都是知名产品，但也仅仅是根据病因找药，覆盖范围太广。只要是有利于恢复伤疤的，全部一股脑的给嬛嬛找来。比起安小鸟身为甄嬛私人定制，还有各种珍贵成分的舒痕胶，不用说肯定差了一截。于是当安小鸟说出只是姐姐有了身孕，可不能随便什么药都用。再者，皇上赏的这些药大多都是外头进贡的，也未必合咱们的体质。姐姐你说是不是？甄嬛深觉有理，是药3分毒。甄嬛肯定担心药用多了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事实证明，安小鸟对甄嬛心理的拿捏确实恰到好处。她了解甄嬛的警惕心强，药物之类的从来不敢轻用，所以她紧接着又打出了一套感情牌，说：我的东西便是姐姐的东西，姐姐的伤口好了，我便心安了。安小鸟自己病还没好，就赶着上门来关心她，还把最好的东西都送给她，连春日里灰尘大、花粉多的细节都一一叮嘱到位了。甄嬛此刻对安小鸟必定是感动大于一切。安小鸟送的舒痕胶，甄嬛也用了起来，一会儿用完了，还不忘找安小鸟要新的。舒痕胶快用完了，我还想烦你再拿些过来。结果如此剂量下去，甄嬛的胎凉了。安小鸟和皇后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一次实名制下毒。一直到甄嬛后知后觉，请了温实初看舒痕胶，才明白其中的猫腻。要我说，安小鸟这一次行动大半细节都堪称完美，唯一没有掌握好的便是舒痕胶的用量。如果安小鸟在当初精准地把控好甄嬛用多少舒痕胶会滑胎，并在甄嬛用下一盒时抹去麝香的痕迹，让事后的甄嬛无证据可查，那么这个局安小鸟做的会更加天衣无缝。你说呢？